王一博，一个看似冷静却燃烧着火焰的名字。对于许多人来说，他是偶像，是明星，是屏幕上闪耀的存在。但对于真正了解他的人而言，王一博是一个灵魂永远在寻找自由方向的射手座。在娱乐圈这个光怪陆离的舞台上，太多艺人选择舒适的路线，拍摄甜宠剧、流量剧，以稳固自己的地位和人气。而王一博却在最被追捧的时刻，拒绝了多部高热度偶像剧的邀约，毅然选择了一个充满风险、没有剧本，甚至可能无人喝彩的纪录片项目——赛车。这一决定不仅震惊了粉丝，也让整个行业重新审视他，一个被标签为偶像的年轻人，竟然敢用行动打破标签。对他而言，这不是一次转型，而是一次灵魂的回归。占星学上，射手座象征着远方、探索与真理。他们不喜欢被束缚，更不愿被定义。王一博正是如此。他曾在采访中坦言：“我不想一辈子都被别人安排着走。”这句话看似简单，却深藏坚定。对于他来说，舞台、镜头、赛道都只是表达自由的不同方式。他拍戏时全情投入，因为那是角色的生命；他赛车时急速驰骋，因为那是他的呼吸。每一次转弯，每一次加速，都是他与命运的搏击。那种风掠过头盔，心跳与引擎共振的瞬间，是任何剧本都无法写出的真情。而当他决定拍摄赛车纪录片时，他选择的不仅是一种职业，更是一种人生信仰，以真实记录自由，而不是演绎假象。拒绝偶像剧意味着拒绝安全区。偶像剧意味着高片酬、稳定曝光、热搜不断；纪录片则意味着风险、冷门、未知。王一博的选择是在用行动告诉世界：我不想被流量绑架，我要靠实力说话。有人质疑他疯了，也有人说他这是作秀。但当纪录片播出后，所有的质疑都被震撼所取代。镜头下的他没有妆容修饰，没有滤镜美化，只有真实的汗水与速度。那一幕幕油污、爆胎、失败与坚持，构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王一博。他从偶像的光环中跳脱出来，变成了一个有血有肉、有信念、有目标的年轻人。这才是真正的成长，不是去迎合市场，而是敢于成为自己。赛车是一场与速度和危险并行的舞蹈。王一博在赛场上永远专注、冷静，他的眼神里没有明星的光环，只有对胜利与极限的执着。他知道，赛车不是一场表演，而是一场搏命的挑战。一次失误可能意味着严重的后果，但他仍然选择了这条路。因为在赛道上，他不需要假装，他可以不说话，却能用每一次弯道告诉世界我是谁。夜深人静的训练场，反复练习的手势，一次又一次失败后的重新出发，那都是他最真实的模样。他不是在取悦观众，而是在追寻自我。这正是射手座的精神，不断奔跑，不断寻找，不断突破。有人说，王一博是舞台上的王者，赛道上的战士。这句话再贴切不过。从舞台上炫目的灯光，到赛场上轰鸣的引擎，他像是在两种极端之间游走。舞台给予他掌声与热度，赛道给予他孤独与力量。两者看似矛盾，却共同构筑了他的完整人生。他从不把赛车当作副业，而是真正的热爱。而他也用行动证明，热爱不是说说而已，而是坚持到底的勇气。他的粉丝也因此被感染，他们不再只为他的颜值尖叫，而是被他的精神所打动。一个人可以同时拥有偶像的光芒与战士的信念。纪录片《极速人生》王一博片播出后，许多观众第一次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王一博。没有剧本，没有台词，他面对镜头时的每一个表情，每一次摔倒，每一句呼吸，都是最真实的存在。这部片子不仅记录了一场比赛，更记录了一个灵魂的成长。在娱乐行业中，虚假与包装无处不在，而王一博用真实反击了整个假面文化。这是一种勇气，也是一种力量。他让观众明白，真实才是最有感染力的表演。他不再只是荧幕上的角色，而是一个让人想靠近、
想了解的人。王一博用行动诠释了射手座的真谛：自由、探索、真实、自我。他拒绝偶像剧，不是拒绝名利，而是拒绝被定义。他选择纪录片，不是为了证明，而是为了忠于内心。他的故事告诉我们，自由不是逃避，而是有勇气走自己的路。每一个敢于突破自己的人都值得被尊重。而王一博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告诉世界什么叫做灵魂不设限。如果你也被王一博的勇气所感动，被他追逐自由的信念所打动，请为他点赞、留言、分享你的感受，让更多人看到一个不一样的王一博，一个真实、热血、坚持的射手少年。别忘了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一起继续见证王一博的每一次突破，每一次成长。你的评论就是我们继续创作的最大动力。当王一博从偶像剧转向赛车纪录片的消息传出，舆论像潮水般涌来，有支持，有质疑，有震惊。媒体的第一反应多集中在明星转型的话题性报道，标题往往诱导情绪，让观众先入为主的以冒险或营销来解读他的举动。然而，纪录片的真实播出改变了叙事的重心。专业赛车评论员用行业视角分析了他练习的细节、限速、刹车点、赛道判断，而这些技术性细节把王一博从偶像拉回到车手本体，形成了从表象到专业认知的逆转。公众的反应则更复杂，部分粉丝感到自豪，认为偶像敢于追求真我；部分观众则从怀疑转为尊重，看到他愿意承受失败的勇气。此外，纪录片中那些不修饰的镜头成为舆论调整的关键，没有滤镜的疲惫脸庞，训练后的黝黑背影，赛道边低头的静默，这些画面抵消了先前的秀感，带来真实的感染力。更重要的是，这次转型在媒介生态中引发一次思考：明星的公共角色是否只有娱乐意图，还是可以是文化引导者？王一博以行动表明，公众人物若把注意力从自我包装转移到真实实践上，便可能重新定义粉丝文化与媒体话语权。这一波舆论浪潮不只是关于他个人名誉的起伏，而是一次社会对偶像责任和真实性价值重新衡量的过程。粉丝文化不是单向的消费，而是一种互动的社会现象。王一博选择纪录片而非偶像剧，直接触及粉丝群体的情感与价值观重构。传统的追星多以外观、浪漫剧情为消费核心，但当偶像展示真实努力与失败时，粉丝面临选择：继续以外在光环维系偶像形象，还是接受偶像的多面性，支持其成长。观察显示，越来越多的粉丝做出后者。这种转变有两层含义。第一，是粉丝认知的成熟，他们开始关注偶像的专业能力和人格魅力，而非仅仅外表与话题。第二，是粉丝行为的升级，从单纯刷榜、刷数据转为参与公益、学习、技术讨论，甚至把偶像的精神内化为自身努力的榜样。王一博的纪录片提供了一个新的情感入口：共情与共长。与此同时，这种文化进化也带来责任。粉丝不应成为偶像的保护伞，阻止其成长或否认错误。相反，成熟的粉丝文化应鼓励批判的支持，既守护也督促。在这个意义上，王一博的选择对整个粉圈生态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教育，推动从盲从走向理性追随，形成更健康、更可持续的偶像与粉丝关系。王一博此举并非一时兴起，而可能成为一种产业示范。娱乐产业一直受流量优先逻辑驱动，很多决策以短期曝光和商业回报为核心。王一博选择长线、真实且高风险的纪录片制作，是在用自身资源实验另一种路径，用质量与诚意换取口碑与长期信赖。若这条路径被市场验证，其示范效应将是多方面的。对经纪公司来说，这意味着可以考虑把艺人打造为多元身份的内容创造者，而非仅仅是流量机器。对制作方来说，这是鼓励跨界合作的信号，把纪录片、体育与娱乐结合，开拓新的观众群体。对年轻艺人，
则是一种职业歧视，短期内可能减。此外，王一博的案例也将刺激资本与品牌重新评估投入策略，品牌可能更愿意支持有真实内容与社会价。